这是去年俺男友送给我的一块银元，当时这个银元上面脏兮兮的，这我经过那些水洗壁，给它洗干净了。哦，你还真别说，你这洗的确实挺好，壁面最起码没有腐蚀和损伤，而且还是一块样壁。这个是张作霖陆海军大元帅的戎装像，具体是什么样的银元，我当时也看不清楚。他送给我，让我去给俺妈加工一只银手镯。用这加工岂不是太亏了？那你像我们老年人啊，还有刚出生的宝宝，那大多数戴的都是用银元加工的银手镯。以前啊，银元比较便宜，你像普通的元大豆才几十块钱一个，所以家里边有银元的也卖不上啥价格。你花100多去买个新的，对吧？比那划算。关键是你这个张作霖的大元帅不简单啊！我知道不简单，我在网上已经找专家第一时间看过了，他们给我报100万，愿意用现金购买。100万，这种张作霖陆海军大元帅只给100万，这价钱能跌破人的眼睛。你像历届的拍卖会，像这种张作霖陆海军大元帅都没下过1000万，这只给你100万的专家，你说他说的话靠谱吗？更何况你这一点损伤都没有啊！所以我也正纳闷，他给的价格有点低。我问他理由，他说是我洗的了，洗下能损失9%的价钱吗？那按理说肯定不会损失那么多钱啊！都知道清洗银元啊，它是折价的。你搁平时洗不好的话，那壁面带滑丝，要么有腐蚀，或者是包浆后的话，难免洗出来带戳了、带伤了，那肯定要折大价钱，但是不至于折9%的价格。我感觉你们这里面肯定有套路，所以过来咨询一下你。如果你方便讲的话，可以跟我说一下。那这能有啥套路啊？一般像普通的银元，你要是想卖个好价格，基本上都去评级入盒拨分，只要能入盒给分的话，那就是分越高，价值也就越高。算了，我对评级之类的也不太懂，万一给他们寄过去之后，再把我的银元给换成假的了，那不就完蛋？你这个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无论任何一家评级公司，他们只负责给你鉴定真假，根据你的银元啊，它是相应的价值，收取一定的鉴定费，并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偷梁换柱啊。越大的评级公司看重的名誉也就越重。就你拿了这个张作霖陆海军大元帅来说，你看这是15年的戎装像，存世量相对来说是最少的，相比其他年份啊，它这个价格也是越高的。基本上像这种样壁啊，不存在流通，更不存在像你说的包浆厚之类的。那其实过去壁面带那种罐装铝锈，无论你怎么洗，也洗不成这个样子。你这个壁面细看的话，非但上面没有包浆发黑的呀，这都是很浮了一层浅包浆而已。看一下它的边齿，你看你这个边齿，这个压力太软，太过于整体划一。银子倒是银子，但是不老。现在的仿币、真银假币，200块钱一大管吧。你别给我添堵了，光买这洗银子水都花好几百了，又给别人500块钱鉴定费，这都花1000多了。你这花1000多还算少了，有些人啊，他轻易相信网上专家的话，花几千几万的都有。这里边能说明啥？用一句话概括啊，就是想逆天改命，通过这个银元想发大财。他们正是看准了你这种心态，所以啊，他们只赚取你的这个鉴定费。刚才像你说的仿的，对，我男友他家好像没有这个实力吧，他也就是一个送快递的，这银元是别人不要的。那就对了。你想想，别人都不要的东西，咋可能会是真的呢？所以我这鉴定结果是对的。像这种银元啊，应该是别人不要了，或者是发错货了，被那男友捡了个大便宜。我建议你啊，千万不要相信网上那些专家乱报价。至于真实的价值啊，你要是不相信我给你估了，你可以去那个实体店多去问问，多转转。那算了，我感觉你也不识货，还是我去找别人。那好吧。我这有一个清朝雍正年间的金锭，我用电证都称过了，正好是1斤的重量，你看能不能卖50万？1斤重的金锭要价50万，确实是挺保守，上面还真有落款，雍正年造。看你这个个头的话，这恐怕得有10两以上吧。重量正好是500克左右，我都已经称过了，确保无误。那过去的锭子1两是37.3克，看你这个个头的话，银锭是10两，但是黄金啊，它比银子重，所以重量应该是10两以上了。再说你这个金锭上面的字体倒是会很规整，这如果要是对的话，这价值远远不止50万了吧？其实啊，我都找专家看过了，专家给我鉴定是300万，
300万。感觉啊，他鉴定的价格太离谱了。已经找专家鉴定过了。对呀、专家给出的价格是300万，别人都听这价格越贵越开心，你倒和别人不一样啊。网上的专家给我的感觉，他就是忽悠。哦，价格300万。我觉得很不现实，人家有300万不会买这个东西啊。你这是很少有的人间清醒，一眼就看破了网上专家来瞎忽悠。我实话告诉你吧，像这种金锭在过去啊比较少有，如果你这个是对的话，字口果真有这么清晰啊，300万估价确实是很保守了。我要的就已经很保守了，50万是有依据的。哦，黄金300现在500块钱一克，对，500乘以2，正好是1斤50万。原来你这个保守的50万是这么得出来的，按现在的金价乘以2，1斤重的金锭正好是50万。我这是第一次见这个金锭是这样定价的。我定的价格很现实啊，做生意主要是讲究一个回款啊。再说黄金卖的太贵了，别人也买不起。你说这话没毛病，无论做什么生意啊，这个回款永远是第一位的。平时普通的黄金价格很透明，但是像这种金锭是属于古董，古董的收藏价值肯定要远远高于金价来。还没来得及问你这个金锭这是哪来的？我在路上捡了一个快递盒，拖着有点重，拆开一看啊，这么大一个金锭。原来这个金锭是在路上捡来的，怪不得你这要价这么保守。捡来的快递你不应该跟人家快递员联系吗？掉水里了，是水里都看不清楚了。再说过那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人寻这个东西。你这个幸亏金锭价值不高，不然再过多少年，你拿出来依然有麻烦。首先，这个金锭的材质不对，你称了1斤重量啊，不符合黄金的密度。10两银锭重量是370克左右，因为这个锭形啊，你看稍微厚一点，黄金的话应该在800克到1000克的样子，这个是它比重不对的地方。另外就是金锭，它这个造型上很有讲究。首先啊，这么大的锭子它不应该有翅膀，这种带翅膀的都是银锭的器型。还有就是它底部这个蜂窝很可笑，因为明清那时候的黄金含量能达到98%以上，黄金不比银子熔点高，在浇铸的时候啊，底部不存在有蜂窝，你这些蜂窝看着应该是罩上去的。还有黄金这个材质啊，亘古不会变色氧化。你看从底部一直到上面的字口这里，这很明显都有褪色的现象。最关键就是这个金锭上面的这个字口，这一看就是现代的电脑体，过去的金锭都是粘刻上去的。你这个是属于漏洞百出，个人看也就是现在的艺术品而已。终于听你说完了。你这讲的没有优点，好像全都是缺点啊。对，你开个价吧。开价既然不是黄金的话，基本上现代的艺术品也就没什么价值。外边点镀这层也不是黄金，它即使是黄金也没法提炼出来。个人看，如果买的话，估计也就100-200块钱的样子吧。这个价格确实很尴尬。开300万是想忽悠我，要50万竟然也卖不掉。对，100多块钱也太可笑了吧？那其实也没什么可要不可要的，毕竟这个东西也是你捡来的。你仔细推理一下啊，如果是真黄金的话，怎么可能这么高价值的金锭寄快递怎么可能会掉地上？这分明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反正也是不值啥钱，你就当一个小玩意儿拿着玩吧。再说吧，我再找其他人看看。再说吧。好。俺朋友钓鱼钓出来300块银元，我花10万块钱从那买了30块。你帮我看看这次能赚多少？10万买30块银元回来，看来你这是大手笔啊！看来你对银元非常懂啊！来，我先看看是啥的银元。我对银元是不懂，但是我朋友比较懂。他说这一块银元最少值个5万8万的，说要带着我们发大财。带你发大财！我看你这全是大头小头啊，这有的带铝锈。而且里边大部分你看这都洗过了，如果一块能卖5万8万的话，那他为什么要多此一举？他自己卖了不就行了吗？他这叫这仗义啊，有钱大家一起赚嘛。主要是他想拉我一把，你给仔细看看，这银元的状态都非常好。整体状态还行吧。从洗过的这些来看，这个除了壁面你看这有些带点铝锈之外，品相还算通货吧。袁大头，我没看到这里边有8年的和之前的版。另外这些带铝锈的也算是通货状态。10万买30块，这咋挣钱？
我朋友在网上找的靠谱的专家看过了，这些洗过的能卖个5万8万的一个，这也没洗的，一个能卖20万，我算好了，这全部卖完能赚个200万左右。你这靠谱的专家报价太不靠谱了，洗过和没洗过的银元价格哪有错那么多？没洗过的银元在我们行内被称为原味，而你这些全部都是带铝锈，在我们行内称为罐装。锈少一点的还好一些，锈大一些的你放平时都在清洗掉，价格稍微有一些影响。而你这些洗过了，虽然说清洗了，但是整体上没有伤到底板吧？依我看，这两种价格是一样的。反正我不管那么多吧，对于我来说，只要能赚钱就行。专家让我去外地，我嫌麻烦。这30万给你，你给我200万就行。挣钱我觉得有点难啊！我看一遍之后发现啊，你这银元全部都是常见的年份，袁大头、孙小头、传阳，这都是银元中最基础的银元，全部变现的话，你不仅挣不到钱，我看你还要赔得稀里哗啦。不可能的事，你再仔细给我看看多少钱一个吧，你也打价。哎呀，这价钱说实话没什么可打。你这里边我看了，总共3个币种：大小头和传阳。小头嘞，总共就这3块。不仅没有任何板可言吧，而且你看这里边还有一个带戳的。孙小头最贵了，当属这个上5星下5星的板。一般我们个人家里边很难见到上5星下5星，和这种常见的小头比例为1000万分之一，也就是说1000万块里边才有1块值钱的。就你目前这品相的话，3块1500-1600的市场价吧。3块才给我1500-1600，对，你这价格不是扯淡吗？你这报的价格能叫我起吐血？起吐血倒不至于，刚才就告诉你了，这3个币种啊都是比较常见，这里边只有1块传阳，还是23年的，上6位数最低也得挂着是21年的3鸟，23年份和常见的3、9、10袁大头一个价钱，也就是说你这剩下来啊，这26块袁大头传阳价格是一样的，因为里边没有8年和带板了，所以只能给你按通货来算了，通货现在也就1100左右吧，可以算一下。大整账26块28600，多少？你这一堆才给我2万多，你这价格报的跟前年有啥区别？你别给我搞错了，我这是10万买的。你10万买嘞，对吧？买30块大小的回来，只能说明你对银元不懂。第一啊，300块银元重几十斤，加上水的重量，钓鱼竿根本就钓不上来。第二，恁朋友找网上那个专家很不靠谱，就像这些常见的银元，能给你报到5万、8万、10万的，这都是睁着眼说瞎话。第三，就是你这个朋友也不地道，什么人的钱都赚，市场价2万多的东西卖给你10万，这不是坑你了吗？没有你说的那么坏，我看你也是嫉妒我们啊，要不然你在这不识货。那我就找别人卖吧，我那行麻烦一点。那行，给你慢慢的拿着吧，对，拿着吧。我这开出租车好几年了，打扫卫生的时候啊，找出来一个银元宝，你帮我看看值不值200？我看你这个银元宝个头可不小啊，只卖200块钱，你这是要当破烂卖啊？我看看这样的。像这种假银元宝啊，它不就是100-200块钱吗？我看古玩街上卖的也就200-300块钱。你这个是标准50两的银锭啊，这顶面包浆，这是一眼大开门，这和古玩街上摆的那种工艺品区别很大啊。这么大个的东西，肯定得有人找你啊。确实有人找过我当时我也没太在意谁知道像这个东西咋会滚到这个后座角落里呢？这一次换地毯的时候才看到。那像你这种钉子啊，在车上来回颠簸很正常，现在找到也不晚。你看这上面写的很清楚，道光年月，文水县周昌期，这一看啊，这就是过去山西的50两商锭，品相保存的非常好。这个钉子确实少见，我建议你啊，抓紧时间联系失主。失主确实联系上，他当时告诉我这是艺术品，价值可能也就几百块钱，愿意给我拿200块钱的好主费。拿200，那直接给失主联系就行了。同样是200块钱，也总比你胡乱卖给别人强。联系失主，那说不定失主一开心还请你吃顿饭嘞，再一开心说不定多给你几百的跑腿费，对你来说也是赚了。这真200块钱卖了，这性质可就不一样了。我知道你说的这个理儿，关键是我的一个车友，他愿意给我出1000买走。你看卖了这亏不亏啊？1000买走200%巨亏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不是什么艺术品，像地摊上的艺术品啊，首先和这个区别很大。
像地摊上摆的那连银子都不是，大部分都是那种铜锌合金。50两的银锭是3斤8两重的银子，它根本就不在一个段位。再说了，你1000卖了，这算咋回事？这事情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再说了，他只给我200，别人给我1000，有钱赚不赚，白不赚？你这种行为啊，叫见钱眼开，这种想法不是啥好现象。你这幸亏1000没卖给别人，不然啊，你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像地摊上的艺术品啊，它那上面的字口，它都可以随便打，而你这个是道光，距今将近200年了。如果打个康熙、顺治，它年代更久远、更值钱。但是真正的50两银锭，这道光年间呢，已经算是时间够长了，常见的都是光绪年间了。而你这个字口啊，非常清晰，是我所见过的银锭里边最清楚的。你想想，就这3斤8两的银子，你都是卖破烂，这也管卖个1万多块钱啊！咦，这么个东西，你我来管卖1万多吗？卖银子的话，这没想到咋那么值钱？这你想想，谁会傻到去当破烂卖嘞？我就随口给你举个例子而已。细看你这个定型啊，状态还不错了。你看翅膀比较漂亮，你包括它上面的字口，还有包浆，还有底部的蜂窝，这和地摊上的艺术品区别很大。就目前你这个完整性，我最少啊能给你估到14、15万没啥问题。14、15万？对。乖，能买我一辆全新的电动出租车了。那是。这价格一估入来，我就非常有底气了。给他要个1000把块钱的好处费很简单。你能这样想就对了。虽说啊，硬给别人要好处费，不文明，但也比你私自变现强1万倍。要钱你也是理所当然，毕竟啊，他耽误你跑出租车营业了。另外加上车油费，给你1000，人家失主意见也不大，反而你卖了，这个性能它就区别很大了。你说的对，老板，对吧？这个银锭啊，你像目前我需要注意什么？别送过去，到时候他说我给他弄坏了咋弄啊？弄坏了倒不至于。因为你这个银锭它价值是10几万的东西，所以你拿的时候一定要轻拿轻放，别给人家磕了摔了。另外就是你在放的时候啊，尽量给它找纸或者找那种破衣服破套子，给它多包几层，省得摔着磕着碰着。以后对吧？以后省得有啥麻烦。你看行，老板，我得注意点。我现在对我都来找了。对，非常感谢你啊！没事。哟，那大一个金砖。你别讲我这个金砖，你别问我给哪来的，我先给你找正称哦，叫你看看。这种称啊，哎呀，这个是1斤的哦，这个是2斤的，我认识。说实话，用这种称黄金，我是第一次见。因为啥吧？因为这种称啊，称黄金只能称个大概。3斤8两高高的。哦，这只能称个大概啊。你别讲大概不大概啊。你不知道我这个金砖钱哪来的？哦，搁哪来的？我是2万块钱买回来的，这不是该发大财了吗？2万块钱啊！大爷，我看你这有一把年纪了，这没有70也得有60多了吧？69了。2万块钱对你们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胆子还倒挺大。但是我看你这金砖重量不对啊，这么大个头，只有区3斤8两，你不觉得奇怪吗？有啥奇怪的啊？你要不相信，我跟你聊酒店，你听听，将近破了的。我听你这个声音啊，只能确认啊，它是金属类，但不确定它就是黄金啊。大爷，你这东西搁哪来的？俺一个同行。哦。他收的。 500块钱他收的。哦。他嫌麻烦，他倒给我了。哦。叫我激动的几天几夜我都没睡上觉了。大爷，你先平复一下这激动的心情。年纪啊，毕竟有那么大了，几天几夜不睡觉，这对身体可不好。既然都是你们同行收破烂的，他如果知道是金砖的话，他2万块钱便宜卖给你，图的啥呀？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黄金涨价了，3斤8两都接近2000克了。这按500一克回收，你这金砖怎么着也得上100万了。你可能不知道啊，他这个金砖他收的是2个老太太的。他害怕他的子女，他找他的麻烦，所以他给我了。你这回答的理由也太牵强了吧？他怕别人找他麻烦，难道你就不怕吗？其实人啊也是一个迷魂阵，在利益面前啊欠缺考虑。他这样说你还当真了？你说那老太太她再迷糊，她也不可能拿这么大一块金砖只卖500块钱吧？这很明显，这语理不通啊！你也别这不通那不通了啊！
你现在你都给我按那个黄金价钱来，我一下子我也不知道挣多的钱，我也不知道咋花了。哦，要是如果是过去的股东，他比这还得更值钱呢。过去的股东谈不上，因为过去的黄金无大锭，像这么大个头的金砖啊，我是没见过。首先造型不对，过去每个朝代的金银它都有一定的器型，古董金砖上面都会有錾刻的字口落款，你这个上面你看很明显没有，所以古董金砖直接给你 pass 掉了。下面我就直接给你看真假吧。如果这是真正的黄金，就这么大个又有这么厚的话，我个人认为啊，最少得有6、7斤以上。6、7斤比这3斤8两得重很多。说实话，有可能我这一只手都托不起来，所以我感觉也不是啥黄金。所以大爷啊，你这发财梦该醒醒了。你可别告诉我这是砖头似的，明明这搁丢地下咋着它都有声音，它不是黄金它是啥？砖头是不可能的，砖头都是土烤的。你别说敲击有声音了，你就是往地上使劲一摔，它立马就碎了。但是我细看你这个金砖啊，有些地方你看这都露白了，我怀疑应该是一块银砖，这外边很有可能啊被别人动手脚了。这能被别人动啥手脚啊？这可是纯一线老百姓家里边的东西啊！你看准不准？你别看走眼了啊！具体动啥手脚了，我就不说了。你这幻想着收到一块金砖，你这开心激动了几天几夜没睡，这贪眼发大财，也不知道钱该咋花。你这种捡大漏的心态，我能理解，人之常情。我给你，算一算，你赔多少钱吧？3斤8两，如果按银子算，也是大正常，才1万出头。你2万块钱买的，这相当于是赔了大几千。赔钱你也别忽悠我，这不可能的。我少50万我还不想卖嘞。大爷，这如果是真正的黄金的话，这可是100多万的东西，你这只要50万少了，赶紧听我一句劝，如果还能找到你那个同行的话，金砖还还给他，老老实实把你那2万块钱要过来。老人家挣钱也不容易，可千万不能被别人忽悠。算了吧，我看你也不识货，这金砖给我拿过来吧，我也不想卖自己的。好吧，好吧。哎，俺儿媳妇，给我一点面子都不留。当着恁那些多人的面，他既然说我送着俺孙女的银元是假的，假还真谈不上，但是我看你这个银元包浆厚了点是真的。儿媳妇不懂事儿。你这大人有大量，当婆婆嘞，别给他一般见识。这顶上弄又画黑又画绿的，他说是我专业能让你的，他还嫌脏，他说都是假的。我知道不是你故意弄让你的，这个银元啊，在存放的过程中，这是它自然生成的包浆，因为你这些大部分都是罐装的，只不过那儿媳妇不懂罢了。我给你再次确认一下，真假完全没啥问题。既然他嫌弃，只能怪他不识货。我是关键给他一个惊喜，他才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孙子。这不比包2000块钱的大红包强吗？那肯定比2000块钱的红包强多了，因为现在银元不便宜。虽说你这呀都是冤大头，这数量还不少嘞，恐怕得有30来块吧。本来是30块我给他拿去，他妈又要走一块说他拿到加工店里。给俺孙女加工一对银手镯。那亲家这叫借花献佛，拿了你的银元去给外孙加工银手镯。虽说这个手镯还是他孙女戴了，但是银元毁坏了，实在太可惜了。过去你看用银元加工银手镯那叫省钱，现在你再去加工银手镯那叫浪费了。说句不好听的呀，你现在把银元卖了，你可以同时买同等重量的好几副手镯。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同样都是银子。那你说卖一个管买几对银手镯，那你也不赔钱了吗？那人家咋可能会赔钱嘞？现在银价是6块钱一克，一副银手镯你就按30克算，加上各种工费，它不会超过300。而一块银元虽然说只有26.8克，但它又不按银价卖，因为它的含银量是9银1铜，你提炼成铢银也就20来克，才100多块钱的银价。你说100多块钱谁会卖给你嘞？他怎么管卖一块银元管买几对银手镯嘞？这话管乱吃，这个话可不管乱说呀。我肯定不会在你面前乱说啊，分开卖不就行了吗？
就以你这29块冤大头为例，大概都帮你全部过一遍了。虽说里边没有8年和之前的版，但是你这整体品相，还是可以的。最起码壁面也都无伤无戳。虽然说包浆厚了点，但是并不影响咱们整体的价值。直接给你按通货来估的话，29块，29000还是有的。那你可没有唬我吧？这没有。这自然这管顶那个钱。对啊，这不是我自作多情了吗？是的啊，他想要2000块钱的红包，这也是管卖几万，我何必给这银元呢？主要是那儿媳妇对银元不懂，现在的年轻人啊，懂银元的有几个你这么冒天的给他拿过去，第一他看不懂真假，看着上面又生绿锈又发黑，他以为是假来的。第二，毕竟那儿媳妇才生完孩子，这壁面也不干净，可能有点膈应吧。不过现在你也知道价值了，对吧？你再给他拿过去，你告诉他价值，这绝对对他来说是个大惊喜。等等吧，我不能给他拿去了一个惊喜，给我一个惊吓，也是当着那些多人的面，叫我丢人丢大了。还是那儿媳妇年轻，不能给他了。主要是他处理这个事儿没啥经验，因为婆媳之间这种关系你不好处理。既然他不是我，那就对吧？你给他封2000块钱红包就行了。这银元呢，你等一会儿还收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对了，用银元加工银手镯，你说太浪费了。对，我得给俺亲戚要回来的，这浪费的都是我的钱呢。那要不要都无所谓了，你可以适当的把价值传达给他，加工不加工完全看他亲家来决定了。毕竟那儿媳妇安排的，别到头来跟那儿媳妇因为这一块银元闹了不愉快，那就得不偿失了。算了，我还是不说了再回来叫我这个29块银元再给我打进去了。对这出了钱还不落好。那是嘞，算了吧。那你看吧，反正这个银元大概值多少钱你也都知道了，具体该怎么办呢？你也衡量一下再下决定。等会儿呢，我给你找点盒子，然后把银元装进来，省得磕着碰着摔着了，好不好？好，谢谢你。没事。老板，帮我看看这几十块银元是真是假？我朋友想100块钱一块给我买走，这一下估计我要发一笔小财。101块要买走你的银元？对，这么便宜的价格你还能发财？不可能啊！来，我看都是啥样的银元？大财可能发不了这发笔小财还是有的因为我这里有50多块，5000多块钱嘞。哇塞，你这50多块，这都洗过了呀？你看这上面边齿上有的带的还有包浆嘞，这卖5000多块钱，这也太草率了吧？这些银元都是我上个星期钓鱼钓出来的当时大概有70多块吧这就无偿送给他20块我说这壁面怎么像洗过？原来是你在水里边钓出来的。但是我看这壁面虽然说都是白壁，但是我看真假是没啥问题全是常见的大小头，几十块里边我看也没有龙样。你这也不至于说无偿送给朋友20块，更不至于说101块全部卖给他吧？反正是钓鱼钓出来的。刚开始我看也不像是银的应该是谁办了恶作剧，不然不会扔河里面吧？具体哪来的银元还真说不了，但是我看你这壁面压力这都没问题尤其是它这边齿，你看放到一块儿，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这确定是老的。刚开始的时候以为是假的，我就送给朋友20块他今天下午还给我打电话说他还想再要。哎呀，给20块的还想再要，这分明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一般像这种银元我们个人家里边传下来的有的只有几块，一般像地主家里边的留下来的多，20块就了不得了。你这个朋友也太不地道了，逮着你这样的羊毛使劲薅了呀！你多虑了这一次他不是免费要，准备一块给我100块钱要5000多块钱全部给我买走。100块钱一个全部给你买走，这更不地道了。他为啥要给你全部买走嘞？就因为这里边有甜头，对吧？你搁酒寨还得留点茬了，这全部买走，这是要把你这银元连根拔起你这形容的有点过了，好歹人家还给我钱呢，100块钱一块，5000多呢。哎呀，给你100一个，这算钱吗？如果无利可图的话，他为什么要给你100一个了？虽说这是你钓鱼钓出来了，也不至于这样来忽悠你吧？
是银子又怎么样？反正银子也便宜，好像银子才几块钱一颗呀。那银子确实是几块钱一颗。如果你这些银元当旧银子卖的话，那确实也都是100多块钱。但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给他100一个也不为过。对对对，我朋友就是这样说的。那你这个关键是你这银元状态并不差，这银元啊，我看了没有太大的伤害，基本上都不会当旧银子去处理。水坑里边出来的银元，它和我们常见的银元，除了外观上它有多少有点区别之外，唯一就是没有包浆，这并不算什么问题。相反，你这银元没包浆，壁面这不带戳，这一目了然。银元现在分类比较细致，虽然说你这壁面对吧没有贵的这个龙样，好歹你这里边大头说实话各个年份都有，小头虽说价位低，但是在银元里边对不对占比啊也是很大。除了8年和各种版不说，就按壁面无伤无说通过来看，也不至于100块钱一个。基本上大概给你看一遍之后啊，我初步给你估算一下，大概价值放在一起，这基本上都5万块钱了。不会吧？这些银元现在有那么值钱了吗？你这价钱说出来，我自己就有点不敢相信了。那你不敢相信就对了，我看你这对银元啥都不懂。2个问题给你沟通到啊。第一，银元真假大概价值就是这样子，给你5000块钱啊，直接免谈。第二，你这个朋友啊非常不地道，这是趁你是个马大哈，想一下子给你清理干净，以后啊你防着他点就行了。那不行啊！我还送给他20块嘞，我得值2万多嘞。对，我得给他要回来去。那既然朋友一场，送给他就算了，因为你当时连真假都不知道，为了这点银元，对吧？再吵一架真不值当嘞。这银元如果不缺钱，你就直接回去拿回去洋洋包浆，当个传家宝留着，以后随时缺钱都可以随时变现。好嘞，那先谢谢老板了。没事，我等一会儿给你找盒子给你装进来。好。